悬空庙所处位置又窄又险，建在悬崖峭壁上，像一层薄薄的贴画，感觉风一吹就能卷走。庆国皇室每隔3年都要在这里举办一次赏菊大会，因为范建母亲是庆帝和靖王的奶娘，所以范家也被邀请参加。上山只有一条路，易守难攻，山上山下都布满了禁军和侍卫。庆帝把林婉儿叫去庙里后，范闲在下面闻到了着火的味道。仔细一看，悬空庙不显眼的一角冒起了黑烟，还真的着火了。难道是刺客行刺的前奏吗？范闲迅速飞到庙前，看到从1楼出来的父亲没什么事，感觉这事不简单。谁敢在防卫森严的皇家地带放火呢？这纵火的手段也太差了。没想到吧，是庆帝亲手放的，这又是什么章程呢？想到婉儿还在顶楼，范闲心急如焚，但万一自己贸然上去，被有心之人利用了呢？就在范闲纠结之时，和陈萍萍一样心知肚明，想让范闲立功的范建直接命令道：“范闲，上去护驾。”范闲没爬楼梯，直接像闪电一样飞了上去，大家都在惊叹他的身手。想必这也是庆帝想要看到的，想试探范闲的武功到达哪种境界了。火已熄灭，婉儿也已经扶着太后下去了。范闲观察庙内形势，发现宫典和洪公公都不在，二皇子还在禁足没出来，除了庆帝，就只有3位皇子在，以及几个太监和侍卫。其实是4位皇子在，范闲也是。范闲知道自己是庆帝的私生子，庆帝还不知道范闲知道。另外3位皇子中，只有大皇子会武功，但跟刺客相比，战斗力还是很悬殊的。所以范闲以为只有自己是这楼内的高手，他不知道庆帝的情况。放火一般是行刺的前戏，范闲劝谏庆帝下楼躲避，庆帝不肯，还骂范闲是个窝囊废。庆帝一生遇刺43次，从未退后一步，这一次自然也不会后退。其实不是庆帝不怕死，也不是他信任身边的护卫，而是他自己有着宗师的实力，除了五竹，他谁都不怕。高处不胜寒，庆帝本来打算跟太后对着，结果太后已经下去了。庆帝一人饮酒闷得慌，几个儿子看了一圈，看到大皇子和太子，皱皱眉头，摇摇头。庆帝认为老大太直，老二太假，太子无能，想给范闲又不合时宜，最后只能把酒给了8岁的3皇子。这也预示着最后当上皇帝的是老3。3皇子直言不喜欢喝酒，但是不喝也得喝，被皇帝的气势吓坏了。刚把酒杯送到嘴边，3皇子又被迎面而来的寒光吓得屁滚尿流。原来真有刺客，3皇子无处可躲，直接站在原地尖叫。庆帝在喝酒，其他人还没反应过来，只有范闲一运气一拳打了过去，结果发现刺客是位9品高手。范闲也是9品，再加上赶过来的侍卫，这名刺客根本逃不出去。然而又突然有一名全身白衣的刺客从强光之中冲了过来，直接拿剑刺向庆帝面部。庆帝仍旧稳如泰山，大家都以为庆帝不会武功，纷纷护驾，都成了肉盾。眼看着庆帝老命不保，3个皇子没一个靠谱的。3皇子年龄小，自己都吓坏了。太子假装救驾被绊倒，大皇子前去挡驾，脚却只踏出去了半步。只有范闲离庆帝最近，但他的处境并不好，两面夹击，前面是9品刺客，后面是白衣刺客。范闲来不及多想，直接拿命搏了一把，先救了3皇子。因为3皇子是小孩子，这点倒是让庆帝多信任他1分。没想到庆帝身后的小太监也是一名刺客，他忍气吞声好多年了，如今被陈萍萍激起了报仇的欲望。庙里的柱子里还藏着一把匕首，小太监用匕首扎伤了庆帝的后背。于是乎，范闲同时面临3位刺客，他们不是同伙，各自行刺。小太监是小意思，要紧的是9品和白衣刺客。范闲同时跟着2名高手周旋，肩膀中了白衣刺客一剑，9品刺客死在了洪公公手下。匕首、银针、毒，强大的内功，范闲使出了所有的招数，还是让白衣刺客逃掉了。
庆帝虽然没有出手，但他看破了白衣刺客用的是四顾剑招数，也看透了范闲的功力在九品。庆帝看得很准，白衣刺客就是四顾剑的弟弟，但也不只是四顾剑的弟弟。刚刚在搏斗中，范闲的匕首被刺客扔下悬崖，银针也用完了，什么武器都没了，追上白衣刺客也只能肉搏。白衣刺客变成了一名刺客，丝毫不惧怕堵住他出路的范闲，因为白衣剑客特别了解山里内外的地形、进军的布防、逃生的路线等，就连范闲会用的招数、身上的武器有哪几件，他都能说得一字不落。很显然这是熟人，他直言不想杀范闲，范闲好不容易追上来，也不肯放他走。最终，刺客用那把噬魂之气的匕首割伤范闲无数处，且刀刀避开范闲身上有防护的地方。范闲穿的是监察院的官服，看来对方对监察院的一切也特别了解。对方的每一招都抢在范闲出手之前，范闲实在撑不住了，真气爆了。对方的匕首意外地扎进他胸口，范闲需要一个手稳的帮手，在他指导下缝针。若若自告奋勇给范闲做了手术，范闲终于从鬼门关回来了。范闲总算没白受苦，经过这一事，庆帝彻底相信他了，相信范闲是温良仁顺的，甚至开始嫉妒范建了。其实庆帝这次被陈萍萍骗了，白衣刺客是陈萍萍安排的，他确实是四顾剑的弟弟，但他更是陈萍萍身边的影子大人。范闲活过来后，宫殿被抓了，罪名是庆帝遇刺之日他不在。然而悬空庙刺杀其实是五方势力的博弈，庆帝再次搭戏台，以身设局去悬空庙赏花，所有皇子齐聚悬空庙。庆帝故意制造机会给皇子们下手的机会，也是在试探范闲的忠心，还有其他的背后势力。第一方势力庆帝，庆帝去悬空庙赏局，带上所有的皇子，不过是以身设局，引蛇出洞，引出了背后所有的势力，将其一网打尽，同时也是在试探皇子们和范闲的忠心。第二方势力太子，如果太子想要上位的话，这次悬空庙刺杀也是个下手的绝佳时机。不过太子身边没有什么高手，只有那些死士根本无法杀了庆帝。不过只要二皇子没有出手，就不能嫁祸给二皇子。太子暂时选择按兵不动。第三方势力二皇子，二皇子心里都明白自己是太子的磨刀石，被庆帝逼着跟太子斗，不管最后输赢，庆帝都不会将皇位传给二皇子。二皇子也选择暂时按兵不动。第四方势力陈萍萍，这次悬空庙刺杀就是陈萍萍策划的。陈萍萍派影子伪装成白衣刺客刺杀庆帝，只不过是为了试探庆帝的实力和底牌。然而影子的刺杀功亏一篑，反而重伤了范闲，引来五族的追杀。第五方势力范闲，范闲是这次悬空庙刺杀的意外。庆帝没想到范闲竟然以命相护，陈萍萍也没有想到范闲用命保护庆帝，让影子的刺杀功败垂成。范闲让所有人意外，范闲这次以命相护，不仅取得庆帝的信任，还打消了庆帝的怀疑。总而言之，陈萍萍策划的悬空庙刺杀其实是五方势力的博弈。太子和二皇子按兵不动，让庆帝有点失望。陈萍萍试探庆帝的实力和底牌，差点失去了影子。四方势力都没有什么损失，但也没有什么收获，反而最后范闲获利，成最大受益者。